我天生就有造谣反弹系统，所有造谣我的人都会受到反弹。上高中的时候，有男同学造谣我是咯咯哒，被几个老头睡了个遍，于是他当天就被10几个老头带走，改造成了鸭子。大学谈恋爱，男朋友的小青梅造谣我是小视频里的女主角，当晚全网的小视频都变成了她的脸，从此身边再无人敢说我半句闲话，直到被亲生父母接回豪门许家，假千金许青青亲热地挽住我的手。姐姐，我听说你在外面未婚先孕，生了个杀人犯的孩子，既然回家了，怎么不把孩子一起带回来啊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会瞧不起你的。话音落下，爸爸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。你还有个野种，许安安，你才多大，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丑事？听到爸爸对我的谩骂，许青青嘴角微微上扬，却又瞬间装模作样的捂了捂嘴。天啊，原来姐姐没告诉爸爸吗？对不起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多嘴的。说着，他转向爸爸，语气恳切：爸爸，你别怪姐姐了，她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，一定是有苦衷的。姐姐你放心。他转身看我，眼神真挚。往后我一定帮你把这事捂得严严实实，绝不会让别人说闲话。他的话音刚落，一个贵妇人从别墅里冲出来，一把将我紧紧搂住。安安，我的女儿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。他抱着我泣不成声，好半晌才察觉到四周诡异的寂静。怎么了？你们怎么都盯着安安看？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呢？没事的，妈妈，姐姐坐了这么久的车，肯定累了，咱们先进去吧。许青青抢着开口，朝着爸爸使着眼色，活脱脱一副为我遮丑的样子。我平静开口，她说我在外面给杀人犯生了孩子，未婚先孕。妈妈的脸色瞬间煞白。什么？安安，你？我没有，她在造谣。姐姐，许青青的声音陡然拔高，泪珠滚落。我一片好心，你怎么能说我造谣？她哽咽着后退半步。你那些脏事，非要我当众全抖出来吗？说到这，她适时地咬住嘴唇，欲言又止地看向爸妈。还有什么？爸爸额角青筋暴起。青青，你说，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。许青青像是下了很大决心，朝我深深鞠了一躬。对不起姐姐，我知道你想瞒着，可爸妈有权知道真相。她深深叹了口气，轻声道：当初听说要接姐姐回家，我特意去打听姐姐的喜好，结果意外发现。她深吸一口气，仿佛难以启齿。姐姐她从高中起就在做那种皮肉生意。轰！全场哗然，爸爸气得浑身发抖。孽障！我们许家怎么会生出你这种下贱东西？妈妈倒退2步，看我的眼神满是不可置信，可我只是似笑非笑地看向许青青。你确定这些事是真的吗？造谣可是要遭报应的。当然是真的。你他的话还没说完，突然爆发出剧烈的干呕，肚子微微隆起。我眨眨眼睛，嘴角微微勾起。早说了会遭报应的吧？青青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吐成这样？爸妈惊慌地冲上前，声音焦急。我站在原地，歪了歪头。哎呀，青青，你吐的怎么跟怀孕了一样？周围空气凝固了几秒。你胡说什么？许青青尖叫一声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我连男朋友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怀孕？你不能因为自己不检点，做了脏事就说我。看着他梨花带雨的模样，旁边的爸妈心疼的不行。爸爸眼里带着怒气。许安，你居然造你妹妹的黄谣，简直太没教养了。妈妈一脸失望。安安，你太过分了，你妹妹她身边从来没有男人，怎么可能怀孕？我眨了眨眼，神情无辜。我就是随口一说，不过妹妹吐成这样，还是找医生看看吧。不用。许青青脱口而出，随即掩住嘴轻咳2声，眼神慌乱。我就是吃坏肚子了，休息一下就好。说着，她故作虚弱地往妈妈身上倒了过去。爸妈着急的立马把她扶进了别墅。我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眼神一动。许青青的反应不太对啊，就好像早知道自己怀孕了一样。一股强烈的八卦之魂燃烧起来。我立马走进别墅，跟爸妈一起围在她的床边。青青，姐姐实在放心不下，帮你叫了医生，马上就到。万一真有什么，早点查清楚，也好让爸妈安心呀。听得我这样体贴的话，爸妈的脸上都露出满意。许青青却瞬间面无血色，呜咽着钻进妈妈怀里。妈妈，我不要看医生。妈妈心疼地拍着她的背，正要开口，不用了。门外突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。哥哥许岩走进来，居高临下地打量了一下我全身，眼神里毫不掩饰的嫌恶。你就是许安安，我告诉你，虽然你和我有血缘关系，但青青才是我唯一的妹妹，她的事你没有资格插手。说着，他径直走到许青青床边，温柔地帮她擦掉眼泪。青青不想看医生就不看，反正有哥哥在。听到这话，许青青一下就扑到了许岩怀里，痛哭起来。我就知道哥哥对我最好了。我看着他们2个，心里瞬间一动，天真道：哥哥和青青的感情真好呀，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特别亲密呢。此话一出，周围几个人的脸全都变了。许岩像被烫到般猛地松开手，耳根泛红，眼里全是怒火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许青青低声抽泣，望着我就开始哭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和哥哥？你是不是为了转移视线，为了让爸妈不再追究你未婚先孕的事，就故意造谣我？她忽地咬住唇，一脸失望。其实
我本来查到姐姐被人欺负，还想求爸妈为你做主，没想到你这么对我。妈妈立刻紧张起来。什么欺负？安安，谁欺负你了？我好笑的坐下。我也不知道啊，青青，到底谁欺负我了？姐姐别怕，那不是你的错。她眼中蓄满同情的泪光。我查到几个月前，姐姐你被7、8个流氓拖进巷子，他们对你做了那种事。她叹了口气，伸手想来握住我的手。本来这件事不是你的错，可是姐姐你怎么能那么糊涂，还和他们纠缠？第一次是强迫，怎么后来你还能主动约他们？巷子里的邻居都说3天2头就看见那群人光着身子从你屋里进出。她适时的收住话音，垂下头，仿佛不忍再说。混账！你怎么能那么不要脸？爸爸怒吼一声，脸色简直难看到了极点。妈妈捂着心口，绝望的伸出手指着我。安安，你告诉妈妈，这不是真的。许安安，你简直太不知廉耻了！许岩怒气冲冲地看着我。我们许家没有你这样的人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我看着他们扭曲的脸，忽然觉得荒唐至极。别说我没做过这样的事，就算真的遇到了，他们身为我的家人，第一时间不是应该关心我被人欺负了吗？姐姐，虽然你在外面乱搞，但我相信你不会执迷不悟的。许青青对着我劝，只要你肯认错，和那些男人断了，爸妈一定会原谅你的。我轻笑一声，平静地看着他。我不认识什么流氓，为什么要认错？而且许青青，我刚刚不是告诉你了吗？造谣是要遭报应的。姐姐，你怎么又这么说我？许青青装模作样的挤出几滴眼泪，颤抖着掏出手机，将屏幕直举到众人眼前。如果我是造谣，那这些照片又怎么解释？照片里，我穿着露骨的衣服，正暧昧地躺在几个男人中间，大概是怕料不够猛，他手指一滑，又露出一张我抱着孩子的照片，一旁爸妈的脸已经全黑了。这照片是假的。我对着许青青再次提醒，我再说一次，造谣是会遭报应的。我没造谣，行，我平静地打断他的话，你别后悔就行。有反弹系统在，我可吃不了亏。祸从口出，许青青就等着自作自受吧。爸妈和许岩看着我毫不在乎的样子，怒火蹭蹭的往上涨。姐姐，你肯承认就好。许青青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，假惺惺的安慰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也别生气了，姐姐只是一时糊涂。妈妈欣慰的把她抱在怀里。青青，还是你懂事，你身体不舒服，爸爸妈妈就不打扰你了，你早点睡。要是还难受，妈妈明天带你去看医生。说罢，他们依依不舍地关了房间的门，看着我的眼神里却充满鄙夷。我毫不在乎，嘴角还在不停地上扬。直到第二天，我安稳的一觉睡到天亮，忽然听到一声嘶吼。青青，你怎么了？这到底是谁干的？许青青的哭声响彻整个别墅。我伸了个懒腰，慢悠悠地走过去看热闹。只见许青青房间里7、8个光着半身的男人被保镖压在地上，他眼眶红肿，身上红痕遍布，正瑟瑟发抖地蜷在床角。畜生，谁给你们的狗胆，竟然敢欺负我女儿！爸爸一脚踹翻最近的男人，目眦欲裂。谁欺负他了？是他自己投怀送抱。男人转头对着许青青下流的笑。小狐狸精，赶紧给你爸妈解释解释啊！昨天晚上是你让我们过来的，咱们都那么熟了，你这时候装什么蠢？说着，他拿出手机，把里面的聊天记录对到众人面前。哥哥，你们今晚来陪我吧，我想你们了，我在家里等你们更刺激。爸妈踉跄一步，如遭雷劈。许岩死死盯着屏幕，眼里满是不可置信。假的，这是假的。许青青撕心裂肺的哭喊。我根本不认识他们，这些东西也不是我发的。他越说越委屈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你们为什么要造谣我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。造谣，这些聊天记录都在。说着，男人把那些聊天记录对到众人面前。许青青脸色惨白，嘴唇微张，想要解释，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倚在门框，冷笑着看着这一幕。现在他应该知道被人造谣是什么滋味了吧？是你。许青青突然抬头狠狠地瞪着我。许安，是你找来这些流氓害我。我有些无奈。又是我啊。对，就是你。许青青理直气壮地大叫一声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姐姐，我到底是怎么得罪你了？你居然找这些人来害我，这些男人分明就是你之前的客人。我的胸口溢出冷笑。你的意思是我和这些男的关系不正当？好啊，许青青，你把证据拿出来，你让我看看清楚。拿就拿。许青青一副早有准备的样子，恶狠狠地剜了我一眼。姐姐，这是你逼我的。许青青眼底掠过一丝狠毒，迅速点开手机，将一段视频公放。暧昧的呻吟与喘息顿时传遍房间。爸爸想都不想，转头一个巴掌狠狠甩在我脸上。我就知道，青青一向乖巧懂事，不可能做出这样伤风败俗的脏事，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。我的脸颊火辣辣的疼，耳边嗡嗡作响。亏我还为你说话，你居然这样害你妹妹！妈妈看向我的眼神淬毒，许岩更是直接把哭得发抖的许青青抱在怀里，对着我怒吼：“你个不要脸的贱人，立刻滚出许家！”许青青得意地瞥了我一眼，随即做出一副大度的样子：“姐姐，我不怪你，只要你认错道歉，我愿意原谅你。”我的目光扫过他们满是憎恶的脸，最后停在许青青那张楚楚可怜的脸上。道歉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我伸出手指着那个仍在播放的视频。这个视频里的人明明是你呀！我的话音落下，
空气瞬间死寂，众人的视线齐刷刷地落在了那条视频上。只见屏幕上的画面昏暗晃动，那上面的女人分明就是许青青。许青青着急地把视频关闭，手指不停地发颤，眼睛瞪得极大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视频上的人怎么可能是我？我没有。她疯狂地摇头，仿佛遇到了这辈子最震惊的事。我在心里默默给反弹系统点了个赞，委屈地掉了眼泪。青青，你还说我造谣你，明明是你一直在冤枉我吧？说着，我还故意望向早已怔愣在原地的爸妈，低声抽泣。都怪我，要不是我从小到大被拐走，爸爸妈妈也不会那么不相信我。刚刚那个视频一放出来，大家脸都没看，就认定了是我。我顿了一下，抽泣地捂住自己的脸颊。安安，我……爸爸回过神来，有些愧疚地看着我脸上的红痕。是爸爸刚刚太冲动了，不该打你。妈妈有些心疼地握住我的手，看向许青青的眼中满是失望。青青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口口声声说安安在外面跟男人鬼混，说她在外面做脏事，可是这些流氓全跟你躺在一张床上，还有那些聊天记录、照片、视频，你怎么有脸冤枉安安的？许青青的脸色惨白，眼睛红肿。我没有。妈妈，你听我解释啊，这些人真的和我没关系，视频也和我没关系。爸爸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他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嘴硬？许青青，你做出这么多丢脸的事，实在不配再做我们许家的女儿了。听到这话，许青青瞳孔剧缩，脸色骤变。许岩猛地抬头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他把许青青护在怀里，愤怒地瞪着我。今天的这些事肯定全是你搞的鬼。许安安，你才回来几天啊，居然敢把青青害成这样。说着，他转头对着爸妈哀求。爸妈，你们别被他骗了，青青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一向天真单纯，绝对不可能做出那些事。但许安安她这些年在外面，肯定把不好的东西学了个遍，故意陷害青青。听到这话，许青青也配合地抽泣起来。爸爸妈妈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些都是怎么回事，但姐姐不欢迎我的话，我这就离开，反正我也不是你们亲生的女儿。说完，他故意朝爸妈露出一个可怜兮兮的表情，装模作样的就要起身，可下一秒他就虚弱的倒了下去。总归是养了10几年的女儿，一见他这些，妈妈迅速就冲了过去扶他。青青，爸爸妈妈不是要赶你走，你是我们的女儿，哪都不用去，乖乖躺着。我们就是想搞清楚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说着，妈妈的视线又移到我的身上，似乎是在等我一个解释。我心里一阵可笑，这些事全是许青青搞的鬼，让我解释，我可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不过我倒可以送点好东西给他们。我勾了勾唇，转身看向门口，一群白大褂的医生随之出现。爸妈有些困惑地看着为首的医生。刘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刘医生笑容满面。我是来恭喜您的啊！昨天我给青青小姐验血，现在结果出来了，青青小姐怀孕了。怀孕？什么怀孕？许岩脸色骤变，眼神里透露着慌张。青青，什么时候的事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许青青有些吞吞吐吐，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。爸爸妈妈也早就被这个消息惊得站都站不住，眼中充满震惊。哎呦，原来青青是真的怀孕了呀！我也故作惊讶的捂了捂嘴，主动凑过去笑眯眯的看着他。这么大的好事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不过我的目光移到周围那些还被压在地上的流氓身上，烦恼的碰了碰脑袋。这孩子的爸爸是哪个呀？那些流氓笑成一团，眼神暧昧。可不是我的啊，我都注意着呢。那也不是我的啊，我们几个每次都是一起玩的。谁说肯定跟我们有关系？这小贱人私下里跟多少男人？你们闭嘴！许青青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难看。我跟你们什么都没有，也不可能怀你们的孩子。说着，他下意识地握住了许岩的手，看到他眼神里的求助，许岩瞬间安抚地摩挲起他的手背。我眼睛一亮，天真的开口：青青，你一直看着哥哥干嘛呀？难道这个孩子还有可能是哥哥的吗？空气瞬间死寂，周围透露着一股诡异的安静。我装作浑然不觉的样子，继续天真的道：不过青青和哥哥不是亲兄妹，有孩子也没什么的，就是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哥哥的。毕竟……我话音一顿，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周围的男人，烦恼地摇了摇头。这番无比直白的话让周围所有人都变了脸色。爸爸攥紧拳头，额头青筋暴起。许青青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你肚子里这个野种到底是谁的？妈妈脸色惨白，勉强扶着门才站稳，眼神里一片崩溃。许岩，你快说啊，你和青青你们……许岩和许青青脸上血色尽退，两个人都吞吞吐吐的说不出话来。好半晌，许岩才终于鼓足勇气：对不起，爸妈，我确实喜欢青青，青青是个好女孩，她也不是我亲妹妹，我们可以在一起。现在她怀孕了，我肯定会对她负责的。混账！你们这两个混账！爸爸浑身剧烈一抖，眼中怒火焚烧，狠狠地朝许岩脸上甩了一个巴掌。妈妈更是接受不了，直接两眼一翻跌倒在地。爸妈，我们是真爱，你们就同意吧。许岩一副为爱冲锋的样子，看得许青青泪流满面。哥哥，谢谢你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我看了一阵恶心，好心提醒。
可是青青，你怎么确定这个孩子是哥哥的呀？说着，我意有所指的看了眼周围的男人。许青青被这话逼得眼中喷火。我说了，我跟他们没关系，你别再造谣我了。哥哥，你要相信我。许言瞬间把他搂在怀里，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警告。许安安，你别再胡说了。安安身边只有我一个男人，这些人肯定是你找来演戏的，还有那些照片、视频，肯定也都是你伪造的。我点了点头，忍不住在心里笑了出来。我这个便宜哥哥还真是一个恋爱脑，只可惜我转头看向旁边欲言又止的医生，轻声问：刘医生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青青的孩子有什么问题呀？哥哥那么喜欢这个孩子，你可一定要照顾好青青的身体。一听这话，许言也急了。孩子怎么了？刘医生，你有话就说。医生有些欲哭无泪，犹豫着开口：孩子没问题，就是他不是你的啊！什么？许言怒吼一声，脸上满是不可震惊。许青青的脸色也一瞬间变得煞白，下意识反驳：怎么可能？你胡说，我只有哥哥一个男人。医生有些无奈，匆忙解释：我没胡说，昨天我收到消息说青青小姐不舒服，我立刻就赶过来给她检查。后来我到了，安安小姐说青青小姐不愿意看病，让我趁她睡觉抽点血做检查。我这一查就查出来她怀孕了，然后安安小姐就让我验了一下亲子关系，结果显示这孩子确实跟你没关系。话音落下，周围忍不住议论：别耍了吧，这女的私生活那么混乱，也不知道这男的怎么想的，居然相信他。人家还说他单纯善良呢，可怜啊！要我看，这孩子的爸爸肯定找不到了。听到众人的议论，许言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许青青慌张地拽着他的衣角，泪水不停地往下砸。我没有，哥哥，你相信我。看着他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许言的眼中闪过几丝心软。我赶紧趁火加柴地咳了一声，慢悠悠道：实在不行，你们再去医院做个亲子鉴定呗。许言被这句话提醒，眼睛猛地一亮，拽着他就往外走。哥哥，不要，我不要去，这孩子肯定是你的，你怎么能怀疑我？他哭得泪流满面，一副受尽了屈辱的样子。可是这次许言却没有放过他，他狠狠地拽着他往外走，脸上黑得吓人。必须去，许青青，这就是一个检查，你没做亏心事，有什么好心虚的？许青青，你要是敢背叛我，我饶不了你。我站在原地看热闹的盯着他们走远，轻轻摇了摇头，早就说了，造谣是要遭报应的，让他不听我的，这下倒霉了吧？我转头看向早已绝望的爸妈，调整了一下表情，体贴的过去扶住了他们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别担心，如果这个孩子是哥哥的，那也算好事呀。如果不是，我叹了口气，声音里带上几分委屈，那青青还真是他自己私生活混乱，结果把所有事都造谣到我身上，又造谣我给杀人犯未婚先孕，结果是他自己。算了，我被冤枉惯了，没事的。说到这，我故意挤出了几滴眼泪。妈妈看着我的样子，心疼的把我抱住。安安，你受委屈了。妈妈真的没想到，从小看到大的女儿，居然做了那么多。爸爸冷哼一声，声音里毫不掩饰的厌恶。果然不是许家的孩子，就是小家子气，做事又脏又臭，还敢勾引许言，不知廉耻。果然就是和安安这样的亲生女儿没得比。安安，你放心，以后爸爸妈妈肯定会好好对你，再也不让你受委屈。听到这话，我抬眼朝他们笑了笑，心里却毫无波澜。之前许青青污蔑我的时候，他们不分青红皂白，上来就觉得是我的错。现在知道许青青才做了丢脸的事，又来夸我，分明都是为了许家的面子。那天许言直到凌晨才喝得烂醉如泥的回来，爸爸妈妈看着他那副样子，瞬间就明白了许青青怀的孩子跟他没关系，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。这个混账，我们对他那么好，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？这些年我们真是被他耍得团团转，这个逆女以后就和我们许家没有任何关系。许言默默地看着，终究没有再多说一句。妈妈把我的手跟他握在一起，语重心长：儿子，你以后要好好对妹妹，安安才是你亲生妹妹，她这些年受的委屈太多了。许言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最终沉默地点了头。我的内心毫无波澜，只是平静地笑了笑。我始终记得，在我5岁那年，许言带我出去玩，结果他把我扔在游乐场，自己转身跑了，最后还在对我怒喊：自从有了你，爸爸妈妈对我就不好了，我不喜欢你，以后你想去哪去哪，再也不准回许家。我追着他的背影跑到精疲力尽，可他头也不回。也就在那天，我被带进了一辆面包车，辗转卖了好几户人家。10岁那年，我的养父母出车祸去世，我想回许家，但走到门口却遥遥的望见爸爸妈妈把许青青围在中间笑，许言就在旁边温柔地看着。许青青像公主，而我一身破破烂烂。妈妈瞥见不远处的我，却没有认出来，她正把闹脾气的许青青搂在怀里，轻声细语的安慰：青青乖，青青是妈妈最好的女儿。爸爸在旁边笑着应和：爸爸错了，爸爸再也不提你姐姐了，你就是爸爸妈妈唯一的女儿。我在原地站了很久，直到心痛到麻木，转身逃离。大概是那些怨恨，让我宁愿在路边捡垃圾，自己想办法赚钱，勤工俭学，也再也没想过回许家。直到这次被他们找回，那些刻骨的恨意在时间中消散。现在的我对他们没有恨，没有爱，
只有一层淡薄的血缘。安安，你想什么呢？妈妈温柔地握住我的手，你听到妈妈刚刚说什么了吗？我想给你办一场认亲宴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才是我女儿。我愣了一下，轻轻点了点头。好，爸爸妈妈，我今天累了，先去休息了。我转身离开，回到房间发了许久的呆，直到一阵敲门声响起。许岩看着我，半天都没说话。我扯出一个笑，哥哥，怎么了？安安，对不起。我有些怔住，许岩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眼眶红润。小时候是我太不懂事了，我只是觉得爸妈对你太好，所以一时生气，没想到会真的找不到你。我长大后就一直在找你，想让你回家，但你前2天刚回来的时候，我又害怕了。我怕你把当年的事说出来，所以就故意。安安，你原谅哥好不好？我的指甲深深陷入掌心，抬眼朝他淡淡一笑。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那些事情我都不记得了，回去休息吧。说罢，我低下头就要关门。许岩有些慌张，声音里带着哭腔。那你原谅哥了吗？我没回答他的问题，不记得了，谈什么原谅？但往后几天，许岩像是突然想明白了什么，开始疯狂的补偿我。我没阻拦，也没多说什么。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相处，心里大概也觉得欣慰，笑容都多了起来。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着，直到认亲宴当天，爸爸妈妈带着我站在舞台中央，骄傲地向周围宾客介绍，这就是我的亲生女儿许安安。宾客们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忍不住出声赞叹。不是说是在乡下长大的吗？一点都看不出来，长得真漂亮，而且很有教养。是啊，我看着可比之前那个假千金好多了。要不说她是假的嘛，上不了台面。周围的议论纷纷，我拿起话筒，正准备自我介绍。许安，你去死！忽然，一把刀径直朝我刺来，旁边的保镖眼疾手快地把来人踹倒，狠狠把他压在地上。竟然是许青青，有段时间没见，她整个人消瘦了许多，浑身脏兮兮的，无比狼狈。许青青，你竟然还敢来！许岩眼神阴鸷。那天做完检查你就跑了，我本来想饶你一命，你竟然敢来害安安。许青青眼睛瞪得猩红。我害他，明明是他害了我。他转头恶狠狠地瞪着我，眼中怒火焚烧。都是你，你把我的一切都抢走了。我低头看着他，淡淡开口：我抢你的，这些本来就是我的吧。许青青被我的话噎住，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难看。许岩眼神复杂。许青青，你孩子呢？孩子？许青青冷笑一声，泪水不停地往下流。你们男的都是负心汉，我去找孩子的父亲，我让他负责，结果他非要说我私生活混乱，不认这个孩子，活生生把我的孩子踹掉了。此话一出，周围一片哗然。天哪，这也太残忍了！许青青怎么混成这样了？说起来也都是她活该，自己私底下不知检点，跟那么多男人暧昧不清。就是那些照片视频早就传得全网都是了。许青青被这句话提醒，眼睛像喷火一样，猛地抬头看我。许安，到底为什么那些视频上的人会变成我？我明明检查好的，但只要我一发出来，就全部变成了我自己。看着他满脸崩溃不解的样子，我冷笑一声：我告诉过你的，造谣要遭报应。话音落下，许青青好像终于反应了过来。她造谣我未婚先孕，她就怀了孩子。她造谣我跟7、8个男人苟且，那些男人就凭空出现在她床上，甚至一口咬定是她约来的。还有那些伪造的视频，全会报应在她自己身上。你怎么？许青青惊恐地瞪大眼睛，似乎还想问下去，可许家人没有给她这个机会。保镖们拖着她就要往外扔，只剩下她歇斯底里的尖叫：不要！许安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吧。我承认之前的那些东西都是我故意造谣，是我，全是我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。许安，你给我一次机会。许青青的声音越传越远，直到再也听不见。我微微一笑，举起杯子继续向众人自我介绍。宴会顺利结束，所有人都知道许家的亲生女儿许安安聪明得体，而那个假千金就是一个喜欢造谣别人的疯子，以后她也只能被那些谣言骚扰一辈子了。我大步向前走，推开别墅大门，温馨的灯光中，爸爸妈妈迎面走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安安生日快乐。许岩举着一块蛋糕，唱着生日歌朝我走来，我忍不住笑了一声。生日快乐，许安安，你有了新的美好的人生。